你知道吗？全天下最好笑的事情，就是大家天天在家里拼命找财位，却根本不知道你家客厅最致命的漏财无底洞，其实就在你天天盯着看的电视机旁边。多少人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全都在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流光了，这真是太可惜了。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工作，却总是存不下钱？为什么家里人莫名其妙总是身体不舒服，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为什么你总觉得自己的运势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怎么努力也翻不了身？我今天跟你们讲，这绝对不是老天爷不公平，也不是你能力不行。问题偏偏就出在你根本没在意的客厅电视机旁边。很多人不服气啊，他觉得自己聪明得不得了，觉得风水这些东西都是迷信，是骗人的，这就叫自作聪明。你看，你不信重力，你从高楼上跳下去，你照样会摔死，对不对？风水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它是环境的能量规律，是气场的流动方式，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用了几千年时间，世世代代观察总结出来的生活大智慧。你可以不去钻研它，但你绝对不能尊重它。如果你天天跟大自然的规律对着干，那你吃亏是必然的，受罪也是活该。今天我就要把这个窗户纸给你捅破，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在客厅电视旁边绝对不能摆放的4种东西，我把它们叫做4大夺命煞。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在电视旁边放了一个，你家就开始悄悄漏财；你要是放了2个，家里人的身体就会开始出毛病；你要是放了3个，夫妻感情肯定要出大问题，天天闹离婚。要是你把这4个全放齐了，那我只能说，你这个家真的就彻底麻烦了，财运全无，灾祸不断。你先不要着急反驳我，耐心的把我接下来的话听完，然后赶紧去你家客厅对照一下，看看你家里是不是正摆着这些霉运源头。如果有的话，今天赶紧把它拿走扔掉，现在还完全来得及。我们在讲这4个具体的东西之前，必须先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把底子打好了，你才能真正理解老祖宗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中国人讲风水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气。那很多人就问了，曾教授，这个气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看不见摸不着，是不是你们编出来的概念？当然不是，气就是能量，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客观磁场。你想想看，你走进一个房间，有时候你连一句话都还没说，就会觉得浑身很舒服，很放松，心里特别踏实。但有时候你走进另外一个屋子，明明装修得很好，你却莫名其妙觉得压抑，浑身不自在，心里发慌，只想赶快逃出去。这到底是为什么？你看，这就是不同气场带给你的直接感受，对不对？好的气场在我们风水里叫做旺气，也叫做生气，它能够让人精神饱满，头脑清醒，做生意发大财，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坏的气场就叫做煞气，也叫做死气，它就像一把钝刀子，天天在割你的运势，天天在消耗你的元气。你生活在里面，自己还觉得没事人一样，结果运势一天比一天差，家里人天天倒霉，你还找不到原因，这不是很糟糕吗？那客厅又是个什么地方呢？在整个住宅里面，客厅就是最核心的中枢，它是这个家的心脏，是所有气场汇聚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家里的气是从大门进来的，进门之后，它要在客厅里面充分的流转，充分的孕育，然后再慢悠悠的散布到家里的每一个卧室，散布到每一个角落。
所以说，客厅的气场如果是好的，那全家人的运势就跟着好；客厅的气场如果是坏的，那全家人都要跟着遭殃。这就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人在布置客厅的时候，那是非常讲究的，每一件东西放在哪里，怎么摆放，面向哪个方位，这背后都有极深的科学道理和心理学依据，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瞎胡闹。现代人习惯把电视机放在客厅的正中心，电视机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代表了火的属性，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由于电视机在播放的时候会产生电磁场，会带动周围气流的剧烈运动，所以你在电视机旁边放了什么东西，就直接决定了你家客厅整个气场的走向。很多人总觉得电视机旁边就是个死角，空着不好看，随便放点装饰品，方便就行，好看就行。结果呢，一不小心就把最凶狠的煞气请回了家，天天对着自己冲射，还在这里沾沾自喜，觉得很有品味，这不是很可怜吗？好，现在我们正式来讲第一个夺命煞，也是最多人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在电视机旁边摆放枯萎的植物，或者摆放假花假草。很多人都跟风，听说在客厅里摆点花花草草可以招财进宝，能让人心情变好。这个想法本身是非常对，老祖宗也赞成，因为活着的绿色植物充满了生命力，它有生机，有生气，确实能够大幅度提升客厅的磁场能量。但是问题偏偏出在人的惰性上，很多人兴高采烈地把植物买回家，往电视机旁边一放，新鲜了3天，后面就彻底不管了，忘记按时浇水，忘记定期施肥，加上电视机散发出来的热量和辐射，那植物用不了多久，叶子就开始发黄，根茎也慢慢枯萎死掉了。可是很多人呢，他或者是懒得扔，或者是觉得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扔了太可惜，就继续让那盆死掉的植物摆在电视机柜上。你说这有没有问题？这问题简直大得不得了。枯萎的植物在风水里面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死亡，代表的是衰败，代表的是生命力的彻底消耗殆尽。你把你家里最核心、最显眼的位置，天天摆着一个死掉的东西，你每天坐在沙发上，眼睛一睁开就对着它，它散发出来的能量是什么？全是衰气，全是死气啊！这种死气每天在客厅里弥漫，慢慢的渗透到你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你家人的身体里。你家里的人每天在外面打拼已经很累了，回到家还要在这种毫无生机的死寂环境里生活，你想想看，他的精神能好吗？他的做事情能提得起劲吗？他的头脑能清醒吗？久而久之，做生意的人就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上班的人就会在公司里丢三落四，跟老板顶嘴，那他的财运怎么可能不往下走呢？这都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玄虚的。这里我还要讲一个更具体的真实案例。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认识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林老板，他有一阵子生意做得很大，赚了不少钱，在城里买了一栋非常豪华的大别墅，客厅装修得像宫殿一样。有一年他生日，朋友送了他一盆非常名贵的日本黑松盆景，他高兴得不得了，直接摆在了客厅那台几十寸的大电视机旁边。结果呢，这个林老板平时生意太忙了，经常在外面出差应酬，家里请的保姆又不敢随便动这个贵重的盆景，结果没过半年，那棵黑松就因为缺水，加上电视机的热辐射，彻底枯死掉了，整个树干变得干巴巴的，叶子全掉光了。林老板回家看到了，
觉得这个枯树的造型好像还挺有艺术感的，有一种残缺的美，于是他就没让人扔，继续放在电视机旁边当装饰品。结果你猜怎么样？从那之后，他的服装生意开始莫名其妙走下坡路。先是好几个合作多年的大客户无缘无故取消了订单，接着是工厂的机器发生重大故障，导致交不出货，赔了一大笔违约金。不到2年的时间，他那么大一个公司竟然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每天被债主围追堵截，家里人也是天天生病，吵闹不断。后来他请我去他家看看，我一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了电视机旁边那棵死气沉沉的枯树。当时就跟他说，林老板啊，林老板，你天天把一个代表死亡和破产的标志放在你家心脏位置，你的生意怎么可能好得起来？你这是自己在给自己家里招霉运啊。林老板听了惊出一身冷汗，当天下午就让人把那盆枯树连盆带土全扔出去了，然后换上了几盆生机勃勃的万年青。说来也奇怪，把枯树扔掉之后，他的心态慢慢调整过来了，头脑也清醒了，重新找准了市场方向。没过多久，竟然真的把生意给救回来了。你看，这就是老祖宗讲的道理，活的植物能聚气，死的植物能败气，这绝对不是开玩笑。还有一种情况，现代家庭里面更普遍，甚至比放枯萎植物还要糟糕，那就是放假花假草。现在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觉得真花真草太难伺候了，要浇水，要晒太阳，干脆去网上买那种塑料做的、布做的假花假草，五颜六色的，放在电视机旁边，还自豪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个花永远不会枯萎，多省心啊，多好看啊。我告诉你，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假花假草是什么东西？它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它是假的。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真的就是真，假的就是假。真花真草是有生命力，它每天都在呼吸，在吸收二氧化碳，在释放氧气，在跟这个空间进行持续的能量交换，它是活的能量体。而假花假草呢，它除了是一个塑料摆设之外，什么都提供不了。它代表的是虚伪，代表的是没有生机的空虚。更要命的是，假花假草放在电视机旁边，时间一长，上面必然会积攒大量的灰尘。灰尘在我们的风水学里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沉滞，代表的是停滞不前，代表的是整个气场的彻底阻塞。你把一堆不会呼吸的塑料假花放在那里，上面布满了灰尘，你还不经常去擦洗它，那这就等于在你家客厅装了一个运势阻断器，外面的财气、福气想要进来，一走到电视机旁边，直接被这堆没有生气的死水给挡住了，堵死了。那你家的钱怎么可能进得来？你全家人的运气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很多年轻人不理解，还跟我争辩说，曾教授，西方人也喜欢用干花做装饰啊，我觉得很有文艺气息，很有北欧风格。为什么到了我们中国就不行了？我跟你讲，中西方文化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看问题，他讲究的是局部的物质重组，他觉得好看就行，他注重的是视觉表象。而我们中国人看问题讲究的是整体的系统观，讲究的是天人合一，讲究的是能量和气场的平衡。干花虽然看起来挺有艺术感，但它本质上还是失去了生命力的尸体，它是介于生和死之间的一种过去式的东西。它传递出来的核心信息就是消逝，就是没落。你天天看着一堆过去式的东西，你就是在把你的财运，把你的前途不断的往过去送，不断的往后退。
你怎么可能在事业上开拓创新？你怎么可能赚到大钱？所以听我一句劝，现在就站起来，去看看你家电视旁边有没有这些枯萎的植物，有没有塑料的假花假草，有没有干花。如果有的话，今天管它多贵，不管你多喜欢，通通拿走扔掉，一刻也不要耽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植物，那就请你花点心思去买那种真正有生命力的、叶子宽大、颜色翠绿的真植物，比如万年青，比如富贵竹，比如发财树。这些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能够不断地为你的客厅注入新鲜的生气。但是记住啊，一定要花心思去养护它们。一旦发现有叶子枯黄了，就要马上用剪刀修剪掉。如果整盆植物都不行了，就赶紧换一盆新。你要是实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照顾植物，那你就干脆什么都不要放。电视机柜上空空的，比你放一盆死掉的东西，或者放一堆假花，要好上成百上千倍。在风水学里，宁可没有，也绝对不能有一个坏摆设。这个原则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夺命煞，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家庭最喜欢犯，而且觉得很酷的错误，那就是在客厅电视旁边摆放尖锐的装饰品，或者带有强烈攻击性造型的摆件。现代的年轻人很讲究个性，喜欢追求什么现代工业风，追求极简抽象主义。去逛街或者网购的时候，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设计感极强、边缘非常锋利、有各种尖角和棱角的金属工艺品，或者是看起来像刀、像剑、像动物爪子、野兽牙齿一样的摆件，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酷了，这个太有品味了，买回家直接往电视机旁边一放。还有些男同志特别喜欢收集各种古代的刀剑，或者是现代的武士刀、仿真枪模型，甚至在客厅里摆放骷髅头，摆放那种战争题材、杀戮题材的雕塑，觉得这样特别威风，有男子气概。我今天老老实实告诉你，你这不叫有个性，你这在风水学里直接叫做出手招煞，是自己在给自己家里招来血光之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风水理论里，尖锐的物体、锋利的边缘，它代表的永远是锋芒，代表的是冲突，代表的是伤害和决裂。你把这种带有强烈攻击性能量的东西堂而皇之的放在你家最核心的客厅里，还放在全家人每天都要盯着看的电视机旁边，那这个尖锐的煞气就会像把无形的飞刀顺着电视机带动的气流，天天对着客厅里坐着的家里人进行无休无止的冲射。你想想看，长期被这种具有攻击性的磁场影响，你家里人的情绪能稳定吗？很多年轻人不信邪，觉得曾教授你这太玄乎了，一个金属摆件而已，怎么可能影响到人的运势和身体？我今天不跟你讲玄学，我用现代最严谨的科学和心理学道理来给你解释，这里面是有清清楚楚的因果关系。从物理学和流体力学的角度来看，尖锐的物体它的特殊形状会直接干扰周围空气微弱的对流走向。气流在遇到平滑圆润的物体时，会非常顺畅地滑过去，形成稳定和谐的微气流。但是当气流遇到那些极其锋利、布满尖角的物体时，就会被强行切割、分散，在局部产生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紊乱微涡流。这种紊乱的磁场和空气波动，就是一种不稳定的物理能量。而我们人类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电磁场。我们的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皮层，对周围环境微弱的物理波动是非常敏感，
你把全家人长期暴露在电视机旁边那种被尖锐物体切碎、弄紊乱的能量场里，人的潜意识就会长期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戒备状态，就像自然界里的动物遇到了危险一样。时间长了，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会疲劳，你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容易烦躁，容易冲动，脾气变得特别暴躁，判断力也会大幅度下降。你看，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吧？当一个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长期处于这种烦躁、易怒、神经紧张的状态里，他们每天坐在一起看电视，只要有一句话说的不对眼，是不是马上就会发生激烈的口角？是不是就会天天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掀翻桌子吵大架？夫妻感情就是这样被活生生吵散掉，对不对？而且人在冲动和烦躁的时候，在外面开车就容易跟人开斗气车，做工作就容易精神集中，做商业决策的时候就容易头脑发热，盲目投资。结果呢，在外面遭遇突发的交通意外受伤，在公司里跟同事客户闹翻，在股市或者商场上做出愚蠢的决定，导致亏大钱。这就是传统环境学上讲的意外伤害和财务损失。你看，这背后是有一条极其严密的科学因果链条的，绝对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恐怖故事。这里我再给你讲一个我亲眼见过的真实故事。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讲学，有一位年轻的技术高管，年纪轻轻就在跨国公司当上了总监，年薪很高。他请我去他刚买的高级公寓里做客，我一进他的客厅就觉得浑身皮肤发紧，很不舒服。我仔细一看，好家伙，他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性格，竟然在电视机柜的两侧对称地摆放了2把1米多长的日本武士刀，那刀鞘和刀柄上还雕刻着栩栩如生的恶鬼图案，看起来寒光闪闪，气势逼人。不仅如此，他的电视机上方还挂着一幅用锋利的金属碎片拼接出来的抽象艺术画，满屏幕都是尖锐的刀刃形状。我当时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年轻人啊，你这哪里是客厅？你这分明就是一个摆满了尖锐物品的场所啊！你住在这里，肯定过得非常痛苦。那个年轻人听完直接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跟我坦白说：曾教授，您真是一眼就看穿了。自从搬进这栋房子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以前我脾气特别好，现在在公司里天天跟下属发火，动不动就和高层顶嘴，搞得现在人际关系一团糟，好几个项目都做砸了。老板已经开始对我不满。更糟糕的是，我和我太太结婚5年，以前相敬如宾，现在一回到家坐在客厅里，看对方就觉得不顺眼，天天吵架。上个月我太太甚至气得搬回娘家去住了，闹着要和我离婚。而且我最近这半年平地走路都能扭伤脚，开车连续追尾了3次，简直倒霉到了极点。我真的快崩溃了，您帮帮我吧。我对他说，问题很简单，你现在马上把这2把武士刀收起来，用红布包好，放到储藏室的最深处，永远不要拿出来。电视机上方那幅充满了尖锐感的金属画也立刻摘掉扔了，去买2个圆润饱满的白瓷花瓶放过去。年轻人听了我的话，当天晚上就照办了。结果过了不到3个月，他专门打电话向我报喜，说曾教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自从把那些尖锐的物品拿走之后，我发现自己心里的那股无名火莫名其妙地熄灭了，脾气变温和了，在公司里和大家的沟通也顺畅了，老板还重新提拔了我。更重要的是，
我太太有一次回家拿东西，觉得家里整体的气氛变温暖了，不压抑了，也愿意坐下来和我好好说话了。现在2个人已经和好如初，搬回来一起住了，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你看，很多时候不是你命不好，而是你天天在家里摆放着不协调的能量源，这不是很值得反思吗？很多人还会问曾教授，那既然尖锐的东西不好，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衙门门口，或者古代大户人家的门口，都要摆放2个大石狮子，甚至摆放貔貅、麒麟，看起来也是牙尖嘴利、凶猛无比的。这难道不是不协调的能量吗？为什么他们摆了就能带来安定呢？我经常说，我们看问题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必须懂得分清具体的情况。古代衙门和豪宅门口摆放的凶猛神兽，那是用来镇守门户的，它的位置是在大门外面，它的面向是朝着外面，意思是对抗外面进来的不良能量。这就好比是在边境线上守卫国家的士兵，他手里拿着工具对着外面，那当然是威风凛凛，保护大家。但是你现在把这个概念完全搞反了，你把持守的士兵请进了家里，让他把武器天天对着你坐在沙发上的家人，你说这能一样吗？这不叫保护，这叫打乱了家里平衡。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电视机旁边是全家人最放松、气场最开放的地方，这里绝对千万不能放任何尖锐的、带有攻击性造型的装饰品。听我的话，如果你的电视旁边有这些东西，现在就去把它移走。如果你喜欢摆放工艺品，请你一定要选择那种线条圆润的、造型饱满的、寓意吉祥和谐的物件，比如圆形的玉石平安扣，比如饱满的水晶球，或者是圆润的陶瓷花瓶。这些圆润的形状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的是圆圆满满，代表的是和气生财，它能够把周围的能量温柔地凝聚起来，变成源源不断安定和福气。这才是真正的居家过日子的大智慧。好，讲完了前2个，我们接着讲第3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隐藏得更深，往往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在电视机旁边摆放破损的物品，或者镜面碎裂的画框。听到破损的东西，很多人可能会在心里想，曾教授，这还用你讲吗？谁家大老粗会把破烂玩意儿当宝贝摆在客厅啊？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真的太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家庭生活了。在实际生活里面，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人家，客厅电视机旁边摆放着各种各样已经有了破损、裂缝、缺口的东西，只是他平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环境隐患，或者是他的传统节俭观念在作怪，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只是裂了一点点缝，或者只是掉了一个小角，又没有彻底碎掉，扔了多可惜啊，这可是花了不少钱买的呢，凑合着用吧，放在那里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继续用。好了，我今天必须认真的提醒你，这种贪小便宜、凑合过日子的心态，恰恰是把你家生活品质逐渐拖累的元凶。我们老祖宗讲居住环境，讲究的是一个圆满和完整。任何一件物品在它完好无损的时候，它本身形成的是一个结构封闭、稳定、和谐的整体。只要它一旦受到了外力的破坏，哪怕只是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纹，或者掉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边角，它原有的完整状态就会瞬间改变，它就不再是一个聚气的容器，而变成了一个不断往外散逸不稳定能量的缺口。你把一个正在不断往外散逸能量的东西，
堂而皇之的摆在全家生活交汇的核心电视柜上。你想看，他天天在干什么？他在像断漏水的水管一样，天天把你家里辛辛苦苦凝聚起来的和谐能量，把你全家人的福气，通过那道裂缝不断往外散溢。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像我们农村家里的水缸一样，一个完好无损的水缸，你可以往里面装满满的一缸水，供全家人吃喝用度。但是如果这个水缸的底部或者侧面裂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哪怕这道缝隙只有头发丝那么细，你再拼命的往里面挑水倒水，有没有用？根本没有用，因为你倒进去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它漏水的速度，用不了几天，整缸水还是会漏得干干净净。很多人在生活里就是这样，天天抱怨自己存不下钱，觉得自己好像每天都在拼命赚钱，各种开源节流，结果到头来每个月银行卡里还是空空如也。一有钱进来，就准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让你把钱花出去。今天车子坏了要修，明天身体病了要看，后天亲戚借钱不还，这就叫典型的能量散逸问题。而客厅电视旁边最常见也是最致命的问题，主要有3大类。第一类就是碎裂的镜子或者带有裂纹的玻璃装饰品。镜子在我们的环境学里面是一种能量非常强大的物品，用得好了，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和作用。但是镜子或者玻璃一旦破碎了，哪怕只是边角碎了一点点，它的属性就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破镜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难以恢复，代表的是人际关系的破碎和家庭的分裂。破碎的镜子和玻璃，它反射出来的光线和能量场是完全扭曲的，是支离破碎，是不稳定。如果你把这种破损的镜子放在电视机旁边，天天对着全家人，那在无形之中就会严重破坏你家里的长辈与晚辈、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和谐关系，让你们之间的信任产生裂痕。而且在事业发展上，它会让你做任何事情都总是差那么临门一脚，每次眼看的项目就要谈成了，合同就要签了，大笔的收益就要到手了，结果在最后的关头莫名其妙就出差错，导致全盘皆输，功败垂成。这就叫破碎状态带给你的挫败能量，让你永无出头之日。有人不服气，跑来跟我讲，曾教授，我那个放在电视柜上的精致小镜子，只是在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把边缘磕破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缺口，中间大面积都还是完好无损，照人还很清楚呢，这难道也有问题吗？我明确地告诉你，只要它破了，哪怕是只有头发丝那么大的一道裂缝，它作为完整物品的属性就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它的能量就是残缺，就是有害。你天天心疼换一面新镜子的那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结果呢，它在暗地里每天让你损失更多的能量，让你在外面遇到各种不顺。你说你这不是典型的因小失大，糊涂到了极点吗？第二类常见的破损物品，就是破损的画框或者严重褪色、变黄、变脏的装饰画。很多人喜欢在电视机上方或者两侧的墙壁上挂一些装饰画来美化环境，这本来挺好，但是很多人挂上去之后，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去维护它，画框的木头因为潮湿开裂了、变形了，或者是画框的玻璃碎了，也懒得去换画里面的纸张，因为太阳暴晒或者岁月流逝，已经严重褪色、发黄，甚至长了霉点，脏兮兮的，他也觉得无所谓，
反正只是个装饰，继续挂在那里。告诉你，装饰画在居家环境学里面，它绝对不简单。它代表的是这个家庭对未来生活的精神愿景，代表的是你们对美好前途的追求和向往。你把一幅残破不堪、暗淡无光、充满了霉烂气息的破画天天挂在家里最显眼的核心位置，它在向你的潜意识传递什么信号？它天天在告诉你，你的生活正在走向衰退，你的事业正在走向没落，你的人生是一片灰暗的过去式。特别是那些画面的内容，更是大有讲究。见过很多自诩有艺术品味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客厅电视机旁挂那种极其荒凉的风景画，什么深秋的落叶啊，光秃秃的枯树林啊，没有尽头的荒凉沙漠啊，甚至是一只孤独的鸟站在枯枝上，看起来确实很有现代艺术的颓废美感。但是在居住环境学里，这简直是在严重压抑家庭氛围。这种毫无生机、死气沉沉的画面，会严重压抑家里人的精神状态，让你一回到家就觉得心情低落、悲观、绝望，做事情缺乏激情和创造力，生活品质怎么可能好得起来？还有人喜欢挂那种孤独感极强的现代艺术画，画里就一个人背对着镜头站在暴风雨里。这种画挂在客厅，长此以往，就会在能量场上彻底孤立你，让你在事业上找不到贵人相助，在生活中得不到亲友的理解，夫妻之间渐行渐远，变成同床异梦的陌生人。这真是太值得警惕了。第三类就是破损的家具边角，或者有了裂纹的工艺品摆件，比如电视柜的抽屉拉手掉了一个，他也不去修，用胶带随便缠一下凑合用，或者电视柜上摆放的一个高级精美瓷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摔出了一道明显的裂痕，他也舍不得扔，继续摆在那里当古董。我跟你讲，家中有裂缝，就代表这个家庭的运势有了漏洞，财气全从裂缝里跑光了。所以听我的劝，今天回家做一次彻底的大检查，把客厅电视机旁边，把整个家里所有破了的、碎了的、裂了的东西通通清理出来，能修好的立马找人修好，修不好的哪怕再贵也立刻扔掉，千万不要心疼。你要明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把这些残缺的霉运源头清理干净了，完美的财气和福气才有空间住进你家里来，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应该做的明智选择。最后，我们要专门重点来讲第四个夺命煞，这也是我在全中国成千上万个家庭里见到过最多人犯、最执迷不悟，而且杀伤力最巨大、最凶狠的煞气，那就是在客厅电视机背后或者正旁边摆放流动的水，或者是摆放巨大的鱼缸。听到这里，很多对风水有一知半解的朋友可能马上就要跳起来反驳我了。他们会说，曾教授，你这回肯定讲错了。我们经常看风水书，听别的风水先生讲，中国风水学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山管人丁，水管财。水就是财富的象征啊！我在电视机旁边放一个漂亮的大鱼缸，或者放一个高档的哗哗流水的电子假山流水装置，不就是为了在家里招财进宝，让财源滚滚来吗？怎么到了你嘴里放水反而变成十恶不赦的夺命煞了呢？你看，这就叫半瓶子醋倒腾，害死人不用刀。今天严肃地告诉你，水代表财富这句话本身是完全没有错的，但你只知其一，知其二。老祖宗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要放对位置，才能真正招财。如果你把水放错了位置，那它不仅不能帮你招财，反而会变成凶狠的漏财煞，
直接把你们家里的财富像流水一样彻底冲刷得干干净净，让你一夜回到赤贫状态。那么为什么全天下那么多地方可以放水，偏偏电视机旁边是绝对万万不能放水的地方呢？我用我们中国最正宗的正统易经五行八卦道理来给你彻彻底底的解释清楚。首先，从五行生克的最基本能量来看，电视机是什么东西？电视机是电器，它在运作的时候会发热，会产生强大的电磁波。它在五行属性里面代表的是绝对的火，而你放在旁边的鱼缸或者流水摆件，里面装的当然是纯粹的水。水和火放在一起，在五行能量上直接就构成了水火相克，水火不容的惨烈对撞局势。两种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巨大能量，在狭小的电视柜上天天打架，天天剧烈冲突。你说这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就必然会导致你家客厅的整个磁场变得极其不稳定，变成一种混乱内耗的负面气场。生活在这种水火相克气场里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严重的家庭内耗。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莫名其妙就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和误会，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无名火，做任何事情都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互相抵消。你在外面拼命想往前走一步，家里就准有事情深深把你拖后退一步。你在外面好不容易赚到了10万块钱，家里突然就发生意外，让你不得不花掉12万。事情刚刚看到一点好的苗头，马上就会莫名其妙的变坏。全家人天天在原地转圈，累得精疲力竭，却根本没有任何成果。这就叫水火相克带来的巨大内耗，能把一个家庭的福报活生生耗尽。其次，电视机在我们居家风水和人体对应学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载体，因为电视机是我们每天获取外界新闻信息、看世界、学习知识的最主要窗口。所以在居家能量场里，电视机直接代表了主人的眼睛，代表了主人的眼界，代表了你在事业上的认知能力和直觉判断力。而水的物理性质是什么？水是流动的，是没有固定形态的，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的。如果你把这种流动、漂移、不稳定的水放在代表你眼界和事业认知的电视机旁边，在能量场的潜意识投射上，就等于是在你的眼睛前面蒙上了一层水雾，让你的思维变得极其混乱，让你的判断力变得模糊不清，让你的商业决策变得随波逐流，毫无定力。你今天看到这个项目好，投热血扎进去，明天听别人说那个股票赚钱，马上把本金割肉转过去，朝令夕改，做事情没有任何长远的眼光和坚定的战略定力。你想想看，一个在商场上、在事业上失去了方向感、判断力完全失误的人，他怎么可能守得住财富？他怎么可能聚得起财气？财富看到这种糊涂的人，躲都来不及呢，对不对？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财富形态问题。我们中国人讲招财的水，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水要聚，绝对不要散。你看那些真正发财的古代大宅门，里面的水池都是挖成半月形或者圆形的，把水稳稳当当地聚在里面，这就叫聚水聚财。但是你看看你们现在很多人在电视机旁边放的那种网红流水装置，一插上电，那个水就顺着假山哗哗的往下流，或者是那种带有喷泉、带有很多小水珠四处飞溅的装置。这种在风水学里有一个专门的恶名，叫做散水。流动的散水在能量场上不仅不能招财，它恰恰是财富疯狂外流
留不住钱的标志，那个水哗哗的往外流，在气场的感应上，就等于你口袋里的钞票每天都在哗哗的往外流，煮都煮不住。还有很多人自以为很聪明，在电视机后面那面墙上做了一个大大的背景墙冷热水管管线，或者根本不知道楼上楼下邻居的水管正好顺着电视机背后的这面墙壁笔直的下行，这也是非常糟糕的。水管里的水每天在里面流动，发出微弱的震动和声音，虽然你耳朵可能平时听不到，但是它的物理震动和能量波动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剧烈地冲击着这面墙壁。在风水学里，这面墙壁就变成了彻底的靠山无力，背靠流水，叫做水煞背水局。长期在这种背靠流水的环境里坐着看电视，家里的男主人在事业上就会感觉没有依靠，关键时刻总被贵人抛弃，运势大起大落，极不稳定。那听到这里，很多人就要急切地问我了，曾教授，既然水这么厉害，那水到底应该放在家里的什么位置，才能真正起到招财进宝的好作用呢？我经常跟你们讲，风水是一门极为严谨、极为复杂的综合性环境大学问。水到底应该放在哪里？绝对没有一个全天下统一的简单标准答案。它必须根据你这栋房子的具体建筑朝向，根据男主人和女主人的具体生肖命格、八字五行，进行非常精密的罗盘测算之后，才能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你们家的独一无二的财位，才能把水放过去。但是虽然我今天不能直接告诉你完美的财位在哪里，但我可以斩钉截铁100%的告诉你，有2个地方是全天下任何住宅都绝对万万不能放水的。第一个就是卧室，卧室是睡觉聚气的地方，放水会导致阴气过重，夫妻不和，身体生病。第二个就是今天讲的客厅电视机旁边这个地方放水，水火相克，必破大财。这2个铁律你们一定要死死记住，谁要是违反了，谁就要付出惨痛的财富代价，这绝对不是吓唬你。好了，客厅电视机旁边的这4个害人不浅的夺命煞，我今天已经给你们彻彻底底毫无保留的讲完了。现在你们的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在盘算，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到底应该在电视机旁边摆放些什么东西，才能真正营造出一个完美的居家风水好气场，让全家人既健康又发财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说明你动脑筋了。那曾教授今天就本着广结善缘的心态，再给你们传授4个最正宗、最有效、最简单的客厅电视旁边风水红榜物品，大家一定要拿笔记好了。第一件好东西就是摆放健康、旺盛、叶片肥厚的绿色真植物。一定要记住我前面反复强调的2个字，一个是真，一个是旺。活生生的绿色植物代表的是无限的生机，代表的是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代表的是木的属性。电视机是火，在五行相生里面，木能生火。绿色植物不仅不会克制电视机，反而能顺畅地吸收电视机的火气，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温暖生气，滋养整个客厅。比如万年青、发财树、富贵竹，只要你精心照料，让它们长得郁郁葱葱，那你家的气场就会一天比一天旺盛，财运挡都挡不住。第2件好东西就是摆放线条圆润、材质天然的饱满摆件，比如圆形的玉石平安扣工艺品，材质纯净的水晶球，或者是造型大气的陶瓷大花瓶。中国古人讲究圆融，圆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能量学里，代表的是功德圆满，
代表的是和谐无冲突，代表的是强大的凝聚力。圆润的摆件放在电视机旁边，它就像一个温柔的太极漩涡一样，能够把电视机产生的浮躁气流轻轻松松地化解掉，然后把四面八方的财气稳稳当当地聚集在电视柜周围，让你的钱财只进不出，牢牢守住家底。第三件好东西就是摆放象征着中国传统吉祥寓意的饱满物件，但是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绝对不要选那些带尖角的，要选那些造型线条非常浑厚、憨态可掬、圆润饱满的传统吉祥物，比如圆滚滚的金元宝、雕刻精美的如意摆件，或者是圆润的福字瓷盘。这些东西本身就带有几千年华夏文化传承下来的正能量暗示，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能够极大的提升全家人的自信心和家族自豪感，自然会招来祥瑞之气。第四个好东西其实最简单，但也偏偏最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两个字：整洁。把电视机旁边所有的杂物、旧报纸、不用的电线、小孩子的玩具通通收拾干净，拿一块干净的抹布，每天把电视柜擦得一尘不染，亮亮堂堂。我常说风水没有那么复杂，最好的风水首先就是干净卫生。气场就像小河里的水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宽敞通畅的空间，它才能自由自在地运行起来。如果你把电视机旁边塞得满满当当，堆满了垃圾和杂物，那整个气场走到这里直接被堵死了，变成了一潭臭水、死水，那财运怎么可能流转得起来？所以保持整洁就是成本最低，效果却最宏大的超级好风水。我现在想借着这个机会跟你们更深一个层次的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自古以来就会这么重视家居风水？这背后的文化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总觉得这是迷信，是古人愚昧无知的表现。如果你到现在还这么想，那只能说明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你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伟大的整体观文化，我们祖先看问题从来不会孤立片面的去看，而是永远把人放在一个由天地自然、房屋共同组成的宏大整体环境里面来看待。人和他所居住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极其微妙、极其深刻的互相影响。这个东西在西方现代科学里面被他们起了一个很高大上的名字，叫做环境心理学。而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把这个规律摸得透透的，我们管它就叫风水。你清清楚楚的想想看，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充满绿色生气、物品圆润和谐、磁场极其稳定的优质环境里面，他的潜意识就会非常安宁，他的精神状态就会饱满，他的心情就会非常愉悦。他在外面跟人谈生意的时候就会头脑清醒，判断力极其准确，在公司里做工作效率就高，回到家里跟老婆孩子相处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你看，这些所有正面的好因素全部加在一起，他的事业能不成功吗？他的财运能不亨通吗？这不是很自然的科学规律吗？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天天生活在一个脏乱不堪、摆满了枯树死花，到处都是尖锐刀剑，充满了破损物品和水火相克内耗的劣质环境里面，他的潜意识每天都在接受消极、攻击、残缺、混乱的负面心理暗示，他的精神怎么可能不萎靡？他的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他回到家就想发脾气吵架，
在外面做生意冲动，盲目天天犯错，身体也因为长期神经紧张而生病垮掉，这些所有的坏因素叠加在一起，他的运势能不走下坡路吗？他的财富能不彻底败光吗？你看，这道理剥去那层神秘的外衣，里面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理学和行为学逻辑。风水绝对不是让你坐在家里等天上掉馅饼的迷信，风水是老祖宗在教我们如何主动去打造一个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有利于调动自己内心正能量的超级环境系统。这是一种极其高级的生活艺术和生存智慧。你们听懂了没有？那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又会产生新的疑惑，跑来质疑我，说曾教授，对啊，我隔壁邻居老王，他家客厅电视旁边乱七八糟的，不仅放了枯树，还挂了2把假刀。可是我看他今年做股票好像还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这你怎么解释？难道风水在他家就不起作用了吗？我经常对这种人说，你呀，看问题太幼稚，太短视。风水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它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潜移默化的、持续累积的动态因果过程。绝对不是说你今天在电视旁边放了一个破碗，明天你出门就会钱包被偷，这就把风水庸俗化了。风水的影响就像你的身体健康管理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今天下班回家，抽了一根烟，喝了一杯冰啤酒，你会倒霉的马上得癌症死掉？当然不会，你照样活蹦乱跳的。但是如果你天天抽，连续抽上20年、30年，那你看看你的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那时候问题一下子爆发出来，就是致命。风水也是一样，你在家里摆放了带有煞气的东西，1天2天，1个月2个月，你自身的能量可能还扛得住，你感觉不出来。但是3年、5年、10年、20年呢？那种微小的负面能量像慢性毒药一样，天天在蚕食你家的运势，天天在消耗你的财气。等到哪一天你自身的运势正好走到低谷的时候，这个累积到极点的煞气就会像火山一样瞬间爆发，一下就把你整个人，把你们整个家族彻底击垮，让你永无翻身之日。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天喊地，抱怨老天爷不长眼睛，那还有什么用呢？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不是很可怜吗？而且每个人的先天命格不同，对煞气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先天八字非常旺，自身的能量磁场像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那客厅里这点微小的煞气一靠近他，瞬间就被他的大火炉给烧化了，所以他受到的负面影响就会表现得非常慢，非常不明显。但是这绝对不代表他没有受影响，他原本能赚1个亿，结果因为风水不好，最后只赚了5000万，他自己还觉得自己挺成功的，其实已经在暗地里亏掉了1半的财富，这不也是天大的损失吗？而有的人呢，先天的命格本来就比较弱，自身的免疫力差，那只要家里有一点点煞气冲射，他就会像温室里的花朵遇到了暴风雨一样，运势立马就会发生极其惨烈的剧烈下滑，身体马上生病，破财不断。这就好比是冬天的坏天气，身体强壮的小伙子顶多打个喷嚏，而体弱多病的老人可能直接就引发肺炎住院了，道理是完全一通百通的。所以我们看问题，绝对不能用1-2个暂时的片面的特殊例子去愚蠢的否定大自然整体的普遍的宏大规律，这个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抓着头发问我，曾教授，那我今天听了你的话，回家一检查，发现
我家里竟然真的把这4个夺命煞全给占齐了，我是不是必须要把房子卖了，或者必须要花几十万把客厅彻底砸了重新装修？我急死了，这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完全不需要惊慌失措。我们中国人做事情最讲究的一个核心原则，就叫做因地制宜，就叫做量力而为，就叫做用最小的代价去解决最大的问题。风水调理从来不是让你们去花大钱当冤大头。你今天发现问题了，第一步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不是急着去买那些动辄几万块钱的所谓高级风水开光摆件，而是清清爽爽的做减法，直接把我今天讲的那4样有毒的东西从电视机旁边拿走扔掉。这一步是最简单，甚至1分钱都不需要你花，但它的效果却是最立竿见影。风水调理的铁律是先除煞后迎旺，你连家里的垃圾和煞气都还没清理干净，你就急着花大钱买一堆金蚕貔貅塞进来，那有什么用？坏的气场把位置全占满了，好的财气根本进不来，只能在门口打转。你买再贵的摆件，也只能是一堆没用的破石头。所以你今天吃完饭，只要雷厉风行的做好3件事就足够了。第一，去把你家电视旁那盆枯萎致死的植物直接扔到楼下垃圾桶，把布满灰尘的塑料假花假草通通收起来扔掉。第二，把你那些为了彰显个性而买的尖锐金属工艺品、古代兵器、刀剑模型，通通从客厅电视旁边移走，放到不见光的储藏室，或者直接送人。第三，仔细检查一下电视柜上的镜子、画框、瓷器，只要发现有缺口和裂纹的，千万不要舍不得，立刻换成完好无损的新物品。第四，如果电视机旁边正放着循环流水的假山或者大鱼缸，赶快断了电，把它搬到其他空旷合适的方位，或者先暂时撤掉这4件事。你今天花上半个小时就能全部干脆利落的做完，几乎不需要你花1分钱。但是相信我，做完这一切之后，你今天晚上重新坐回客厅沙发上的时候，你仔细去感受一下，你就会奇迹般的发现，你家客厅原本那种压抑、浮躁、让人手心发汗的坏氛围，无形中已经变得轻松了，变得温暖了。家里人的说话语气也会变得温柔起来。只要你们坚持去维护这种干净、和谐、圆润的居家好环境，养成按时清理、定期维护居家能量场的好习惯，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在外面做生意顺畅，莫名其妙总能遇到贵人帮衬，口袋里的钱财越来越凝聚，再也不会莫名其妙的漏光了。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居家风水大智慧，带给你全家最实在、最宏大的命运改变。记住我常说的那句话，家居风水的最高境界，永远是让环境去默默的顺应天地的正能量，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少走弯路，让财富和好运在来临的时候，你能够稳稳当当的把它留在家里，变成照亮你们整个家族兴旺发达的永恒福报。